10分钟读一本书。今天我们来读美国哈佛大学行为经济学教授塞德希尔·穆莱纳森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埃尔德·沙菲尔合著的《稀缺》。这本书被誉为理解现代社会焦虑的必读之作。你是不是也觉得自己总被钱不够、时间不够、精力不够这些问题困住？不管怎么努力，生活仿佛总有一只无形的手把你拽回原地。你以为是自己不够自律、不够聪明，其实这一切背后的真相是稀缺症悄悄偷走你的理性和未来。第一部分，稀缺心态如何劫持你的大脑。让我先给你讲一个真实而令人震惊的实验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团队找到了一群印度的蔗糖农民，在他们收获前后分别进行智商测试，结果发现同样的人在贫穷的收获前和富足的收获后，智商竟然相差了整整13分。13分是什么概念？这相当于从正常人变成了轻度认知障碍者，相当于一个人一夜没睡觉造成的智力损失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变化不是永久性的，而是可逆的。当这些农民有钱的时候，他们的智商就恢复正常了。这个实验彻底颠覆了我们对贫穷的认知。以前我们总认为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，不会理财，缺乏自控力。但科学告诉我们，恰恰相反，是贫穷让人变得不聪明，是稀缺摧毁了人的认知能力。那么稀缺到底是如何劫持我们大脑的呢？想象一下，你的大脑就像一台电脑，总的运算能力是有限的。当你面临稀缺时，比如缺钱、缺时间、缺关注，你的大脑会不由自主地把大量的运算资源分配给稀缺的事物，就像饥饿的人眼里只有食物，缺钱的人眼里只有钱一样。这种专注在短期内确实有好处。研究发现，穷人在处理小额金钱时的精确度远远超过富人。一个月收入只有1000块的人能清楚地知道自己还剩下多少钱，每一笔支出都会仔细计算。而一个月收入1万块的人可能连自己银行卡里有多少钱都不清楚。但这种过度专注是有代价的。当你的大脑被眼前的稀缺完全占据时，你就没有余力去思考更重要的事情。更要命的是，稀缺还会产生隧道效应。当你走在隧道里时，你只能看到前方一小块光亮，看不到外面的世界。稀缺就像把你困在隧道里，让你只关注眼前最紧急的问题，忽略了那些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。比如一个负债累累的人，他的注意力全部被债务占据，想的都是如何还清下个月的信用卡。至于学习新技能、拓展人脉、投资健康这些能够改变命运的事情，他根本顾不上。结果就是债务越来越多，能力却没有提升，陷入越来越深的困境。这种隧道效应不仅存在于贫穷中，也存在于各种形式的稀缺中。时间稀缺会让你只看到眼前的任务，看不到长远的规划。注意力稀缺会让你只关注最吵闹的信息，错过最重要的机会。甚至情感稀缺也会让你只追求短暂的刺激，忽略了深度的关系。第二部分，时间稀缺让你越忙越穷。你有没有发现，那些整天说我太忙了的人，往往最没有成就，而真正成功的人反而看起来很悠闲，总有时间思考规划。这背后隐藏着深刻原理。时间稀缺不是因为事情太多，而是因为没有时间余闲。书中讲了航空公司的经典案例。某航空公司把航班安排得非常紧密，几乎没有缓冲时间，理论上效率最高，但现实是只要一架飞机稍微延误，就引发连锁反应，整个系统崩溃。最后公司重新设计时间表，增加缓冲时间，准点率反而大幅提升。当你把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时，任何小意外都可能让计划全泡汤。更要命的是，没有缓冲时间意味着你永远在救火，永远没时间做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。时间稀缺还有一个可怕的副作用，叫做时间折扣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过度关注短期收益，忽略长期价值。当你感到时间紧张时，你会倾向于选择那些能立即见效的事情，即使这些事情对长远发展没有帮助。比如一个销售人员为了完成本月的业绩指标，可能会采用各种短期手段，打价格战，透支客户关系，夸大产品功能等等。短期看起来业绩不错，但长期来看，客户信任度下降，口碑受损，业绩反而会越来越差。这种现象在各个领域都很常见。学生为了应付考试，死记硬背标准答案，却没有时间真正理解知识。员工为了完成 KPI， 疯狂加班做表面工作，却没有时间提升核心能力。公司为了短期盈利，压缩研发投入，却失去了长期竞争力。第三部分，注意力稀缺毁掉深度思考能力。如果说金钱稀缺和时间稀缺还比较容易察觉，那么注意力稀缺就是一个隐形杀手。它悄无声息地蚕食着我们的认知能力，而我们往往浑然不觉。现代人最稀缺的资源不是金钱，也不是时间，而是注意力。想想看，
你上一次能够专心做一件事超过2个小时是什么时候？你有多久没有完整的看完一本书、看完一部电影，或者深入思考一个问题了？书中提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：现代人平均每6分钟就会被打断一次，每次被打断后需要平均23分钟才能重新进入专注状态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处在浅层工作状态，根本无法进行深度思考。更可怕的是，注意力稀缺具有成瘾性，你需要越来越强的刺激才能获得满足感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很累，却还是忍不住刷短视频到深夜。明明知道工作重要，却总是被社交媒体的通知分心。研究者让大学生在安静房间独处15分钟，房间里只有电击装置。结果67%男性和25%女性选择电击自己，只为获得刺激，打破无聊。现代人对外界刺激依赖已到何种程度？注意力稀缺会导致浅薄综合症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习惯了快速获取信息，习惯了片段化思考，逐渐失去了深度阅读、深度思考的能力。我们可以在1分钟内浏览10篇文章，但很难花1个小时深入理解一个概念。这种变化是潜移默化的。你可能觉得自己每天都在学习，每天都在获取新信息，但实际上都是浅层的碎片化的知识。第4部分，如何建立反稀缺系统，重夺人生主导权。理解了稀缺的原理和危害，最关键的问题来了，我们该如何跳出稀缺陷阱，重新掌控自己的人生？首先，你要接受一个现实，单纯靠意志力是无法长期对抗稀缺的。就像你不能通过意志力让自己在饥饿时不想食物一样，你也不能通过意志力让自己在稀缺时保持完全理性。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是设计更好的系统和环境。首先，建立自动化系统，把重要但容易被忽略的事情设置成自动执行，不需要每次做决定。财务自动化，工资到账就自动转走一部分储蓄，自动投资指数基金，自动还信用卡，这样不会因为手头紧张忘记储蓄，也不会因冲动乱花钱。学习自动化，设置固定学习时间，订阅高质量内容，制定明确计划，不会因工作忙碌放弃成长，也不会因没计划浪费时间。自动化核心思想，在状态好、理性清醒时做决定，然后让系统自动执行，避免在稀缺状态下做出短视选择。其次，刻意建立余闲，时间、金钱、注意力都要留出缓冲空间。这看起来是浪费，实际是最好投资。时间余闲，每天计划只安排80%，留20%弹性空间应对意外。每周留1天不做具体安排，用来思考、规划、休息。财务余闲，建立3个钱包：日常开支、应急预备、长期投资。每个钱包保持适当余额，不把钱花光。注意力余闲，每天留出无所事事时间，不工作、学习、娱乐，单纯放空，让大脑休息。很多创新想法都在这种放松状态下产生。第3，培养丰盛心态，相信资源可以创造扩展，相信合作比竞争更有价值，相信投资未来比享受当下更重要。稀缺心态的人盯着现有蛋糕，想如何分得更大一块；丰盛心态的人关注如何把蛋糕做大，如何创造更多价值。前者让人短视自私焦虑，后者让人长远慷慨平静。第4，学会投资思维，每次面临选择时，不只看短期成本，要考虑长期收益。花钱学习是投资，能提升赚钱能力；花时间锻炼是投资，能提升精力健康；买好工具是投资，能提升效率。投资思维核心，短期付出是为了长期收益。这需要克服稀缺心态的短视，学会延迟满足。一旦养成投资思维，就会进入正向循环。投资越多，能力越强，能力越强，收益越大，收益越大，投资能力越强。立即可行的5个改变策略。第1，从今天开始实施决策减负法，列出你每天需要做的重复性决定，比如吃什么、穿什么，先做哪项工作等等，然后为这些决定制定标准流程，比如固定几套搭配、固定几家餐厅、固定的工作优先级等，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决策精力用于重要的事情。第2，建立3件事法则，每天只专注做3件最重要的事情，其他事情要么推迟，要么委托，要么取消。这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实施起来需要很大的勇气，因为你要学会说不。但正是这种取舍，让你从忙而无效变成专而精深。第3，设置数字排毒时间，每天设置固定的时间段，完全断网，关闭所有通知，专注于最重要的工作或学习。刚开始可能会感到焦虑，但坚持下去，你会发现真正重要的事情很少，大部分紧急都是假象。第4，建立反思复盘机制，每周花1个小时回顾自己的时间、金钱和注意力都花在了哪里，哪些是有价值的，哪些是浪费的。只有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行为模式，才能有针对性的改进。第5，培养延迟满足的习惯，
当你想要立即获得某样东西时，先等等，问自己，这真的是我需要的吗？有没有更好的选择？如果1周后我还想要，再买也不迟。这个简单的练习能大大提升你抵抗稀缺诱惑的能力。记住，改变不会一蹴而就，但每个小改变都会产生累积效应。当你开始有意识对抗稀缺心态时，就已经走在通往自由的路上。最后分享书里的一句话，结束今天的阅读：真正的富有不是拥有很多，而是需要很少。真正的自由不是可以做任何事，而是不被任何事绑架。